作为末世最强御兽师，刚传书就被封进了棺材里。夫人节哀啊，您还是不要打开棺材，以免小姐不得安息。昭昭，娘对不起你，都怪娘忘记了你自小体弱，把你带出去收了风，害你这么年轻就离开了娘。夫人节哀，我如何能节哀？我嫁进南安侯府5年不曾有孕，好不容易有了昭昭，她出生时体弱，我和锦州最是疼爱她。锦州，南安侯府，这不是我在末世看的一部短剧的设定吗？南安侯府主母苏婉堂女儿死后，就替叶锦州的外室养了10年的孩子，结果被他反杀。他风风光光把外室生母扶正，他们一家却踩着他的尸体举行了盛世大婚。我堂堂一个最强御兽师，竟然传承了苏婉堂那个短命的女儿叶昭昭。爹子欠子，这是要把棺材钉死，将我活埋了。我得御兽自救，一念相通无隔阂，百兽俯首心无力。不要进棺材，不要进！还不快拦住夫人！婉堂，昭昭的死乃是不祥之兆，不把棺材钉死，她日后会化作厉鬼，缠上侯府的。来人，继续钉！昭昭！所有心法我都念完了，还是没用吗？救命！谁来救救我！我没有死，我在棺材里。这里怎么会有乌鸦？赶紧把他们赶出去！真晦气！赶紧钉上，别耽误了时辰。这是不祥之兆，需赶紧入土。动作快些，以免夫人太过伤心，失去理智，而影响了叶老夫人的计划。我这就是要死了吗？救命啊！我没有死，快救救我！我在棺材里。闹鬼了！小姐的灵堂闹鬼了！闹鬼了！闹什么鬼？只要把棺材钉上了，一切都没事了，还不快钉上！小姐是我亲手捆绑送进棺材的，这时候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我定会第一个遭报应。我要看看我的女儿！胡闹！大师都说了，因病死去的孩子乃是不祥之兆，不赶紧下葬，难道你想看侯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怪事吗？我快呼吸不过来了！一定是昭昭在托乌鸦说话，我的女儿没有死，快把棺材打开！打开啊！想不到曾经温顺识大体的孙媳妇，此刻竟然如此发狂。老夫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来人，打开棺材，让他看一眼。难道要叶老夫人亲自请你们吃不成？婉堂，你失态了，过来。孙媳就那么一个女儿，孙媳不会放弃一切希望。万一昭昭还有气呢？昭昭怎么可能还有气？郎中都说她没气了。念在你为人母的情分上，让你看孩子最后一眼，以示宽容。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许再做出失态的事，明白？以前让他做什么，他便做什么，哪怕让他喝我剩下的茶水，他也会乖乖照做。苏婉堂已经开始不受控制了，但是为了大局着想，也为了打消苏婉堂的疑心，大师说孩子病势为不祥，所以需要捆绑手脚，以免化作厉鬼。你小心些，别碰坏了大师的做法。不愧是老夫人。还愣着干嘛？
把夫人拉开，盖上棺材。周周没死！周周还有气，周周还没死，快动秋香，把小姐扶出来，快啊！老夫人，小姐真的还有气，小姐没死。小姐真的还有气。大夫，我家小姐如何了？还好棺材打开的及时，要是再过一会儿，小姐就要窒息而亡了。也不知道什么郎中水平竟然如此的差，连小姐还有气都诊断不出来，真是害人呐！真是可怕。小姐被关进去之前，定是误食了什么有毒的药物，否则不会昏迷的。还好我带来了解毒丸，吃完就好了。您说，昭昭进去之前中了毒，是否因为中毒才导致昭昭失了气息，才被认定为死亡？老夫行医多年，在京中谁人不称我一句活华佗？区小毒，定不会诊错。我倒要看看这件事到底是失误还是有意谋害。暖冬，请黄大夫去外院喝茶，好生招待。黄大夫，请。昭昭，你醒了。娘，昭昭定是饿了，娘这就去看看秋香端吃的来没。侯府那个叶老夫人害我，见我没死，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害我的证据。娘嘞，要不你派个人去西院假山那里挖一挖吧。秋香，茵茵刚刚去哪儿了？奴婢离开前，看她一直在窗台上看您照顾小姐呢。许是这小家伙太安静了，您没发现他。不能安心休息。老夫人见我没死，毁掉证据。西院假山挖一挖，西院假山挖一挖。难道茵茵也在替昭昭说话？怎么会这样？昭昭明明是南安侯府所有人心疼的宝贝，就连平日和我感情平淡的夫君也会主动过来陪昭昭。昭昭从小体弱，老夫人把自己娘家的祖传平安扣都送给了昭昭带着，怎么会是老夫人害了昭昭呢？难道这些年以来，昭昭受到的宠爱都是假的？夫人，您怎么了？我没教过茵茵说这几句话呀。西院假山挖。秋月，你是和我一起长大的陪嫁丫鬟，这件事只能交给你去做，务必一点痕迹都不要留。祖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晚堂忽然闹着要开棺？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不知从哪儿飞过来几只乌鸦，说昭昭还有气儿。不然以晚堂这般好拿捏的性子，怎么会不顾大局，吵着闹着要开棺呢？世上当真有如此诡异之事？要是别人同我说，我也不信。但这是我和侯府多双眼睛看着的，绝对错不了。我担心昭昭的灾星属性已经开始了，否则乌鸦那等晦气之物怎么可能会来到这里？一会儿我叫人吩咐下去，昭昭的棺材不用收起来，过2天还要用。这丧事必须要办，昭昭必须死。这样看来，昭昭确实是灾星了。我已经派人去请宝镜寺的住持前来去晦气。祖母，之前的计划是让芷晴和灯儿分开，芷晴伤心欲绝，身子都伤了，我好不容易照顾好她，如今灯儿再不能进侯府，她岂不是白白伤了身子？要不是为了我的曾孙女，你以为我能容得下你那个外室？你也太不懂事儿了。昭昭出殡你都不回来，反而陪着那个小贱人在外面，你让晚堂怎么想？祖母，那现在怎么办？如果灯儿不能进侯府被晚堂养着，她的前途怎么办？难道要她一直做见不得光的外室女吗？荆州，祖母答应你，一定会给灯儿一个体面的身份。你必须要听祖母的，去看看昭昭和晚堂，以免他们起疑心。祖母这是同意让芷晴自由进府了？晚堂，你怎么过来了？这些下人也太没规矩了！你过来了，居然没有通报一声。还好我故意悄悄进来，不然怎么能看见我一直渴望得到的主母玉佩？老夫人竟然交给了叶锦州呢？她是防我，还是让叶锦州交给我呢？晚堂，
我朝廷有公事要处理，接到昭昭出事，便急匆匆赶回来了。祖母已经和我说了，现在昭昭醒了吗？原来玉佩不是给我的，不仅老夫人对昭昭的爱是假的，就连叶景舟对昭昭的爱也是假的。如若真的关心昭昭，为什么回来的第一时间就直奔这里，而不是女儿那里？昭昭已经醒了，我让人照顾她，便亲自过来给老夫人报平安。没想到夫君你也在，我还以为夫君回来的第一时间会去看昭昭呢。她差点被钉死在棺材，活活闷死。要是昭昭真的没了，想必夫君也会难过的，对吗？那是自然，昭昭是我的孩子，我自然会心疼她。那夫君怎么都不去看看昭昭呢？我这就去。不必了。从今以后，我的女儿，我来疼。晚唐，没规矩了！来，要是守规矩会害了我女儿的性命，苏晚唐便不守这吃人的规矩了。他怎么像变了一个人？晚唐，那你想做什么？我来替我女儿讨回公道。昭昭乃侯府嫡女，她被害一事，我已捎信回娘家。刚好我弟弟3个月前任命京兆府尹，他已带人来调查此事。我弟弟对昭昭宝贝如命，一定会还昭昭一个公道。晚唐，这件事都是府医的错，是府医误诊昭昭死了，昭昭病势为不详，我才找来了大师做法。这件事纯属误会，何必惊动官府呢？祖母这就将那庸医给打死，以儆效尤。晚唐以前可从来不会推开我的，只要我好言好语替他说2句，任凭是天大的事情，晚唐都会答应。如今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晚唐，你先不要激动，等过2日宝金寺的大师来了，替你去晦气。老夫人，孙媳并非激动，昭昭是您的曾孙女，您如此疼爱她，难道不想为她讨回一个公道吗？一个真正爱孩子的人，不会常常把孩子的晦气挂在嘴边，他根本就不爱昭昭。况且我已经找到有人害昭昭的证据了。什么证据？哪儿来的证据？邓嬷嬷已经偷偷去处置了，还能被苏婉堂在这里说出花不成？随我去大堂吧，我自会呈上证据。以前苏婉堂见到我，从来都是她自己贴上的。成婚5年，我哪里被她如此冷落过？听说穿书穿越的女主都会在梳妆台前打量自己天仙般的容颜，我也要看看自己漂不漂亮。这副身体被养得很好吗？不过奇怪，按理来讲，这样娇养长大的孩子精力应该很足，我就是走了2步路，怎么这么喘？好难受。小姐，你怎么起来了？夫人嘱咐过让你好好休息，快随奴婢去榻上。暖冬姐姐，我一直这样虚弱吗？小姐，你从小就身子弱，吹不得风，稍微动一动就会晕厥。夫人可是花了好大的心思照顾你呢。本来小姐身体都这样了，还被闷在棺材里差点活埋，怎么想都感觉到心疼。暖冬姐姐，娘去哪儿了？我在末世的时候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被师傅捡回了师门，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照顾过。我要把后面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娘。夫人去处理一些事儿，小姐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夫人就回来了。你能带我去找娘吗？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小姐，您忘了，您吹不了风。我有办法。要是家里人知道这件事，父亲母亲不得心疼死？我绝对不会放过背后害昭昭的凶手。阿姐，昭昭怎么样了？大夫怎么说？以后会不会留下阴影和后遗症？我可以先去看看昭昭吗？怎么一个外星人，竟比我还关心我的女儿？阿弟，昭昭没事，先查案吧。结束之后，我带你去看昭昭。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弟弟如此威风。阿月，这件事是家事，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并且我会将凶手严惩，不必你如此大费周章，浪费公家的资源。是啊，小舅老爷，你还是把公家的人叫回去吧。事情闹大了，2家都不好看。我已有证据，还请苏大人留下为昭昭主持公道。
老夫人，救救我！大胆！你们竟然在侯府绑我的人，把邓嬷嬷松开！你闭嘴！本大人说松才能松。秋月，你说你都看到了什么？回夫人，奴婢今日路过西苑假山，见老夫人身边的邓嬷嬷鬼鬼祟祟，便觉得奇怪，于是奴婢跟了上去。这是什么破身体？一吹风就想晕，照这个速度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走到娘那里？小姐，您的身体万万不可再吹风了，奴婢这就送你回去。暖冬姐姐，带我去找娘。这就是邓嬷嬷偷偷埋下的药渣。黄大夫，听说您是民间华佗，最得百姓心信，请您看看这药渣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是灵灵豆啊！灵灵豆是何物？灵灵豆有毒，正是老夫今日在小姐身上诊断出的毒啊！这种毒服下之后会让人气息消失，造成假死的现象。可是小姐明明还有的救，你们侯府居然要将小姐活埋，让她变成真死，下毒的人简直丧尽天良！此事并非老身所为，老身并不识得药材，不如大人宣访医一问便知。求老夫人饶命，求大人饶命！是小的医术不精，误把灵灵豆当成了决明子。若不是黄大夫发现，奴才还不知这是灵灵豆呢。奴才真不是故意的。胡说！正常药铺或者医者都不会有这种毒豆，不是刻意准备的，谁信呢？此事可有人指使你做？无人指使，是草民年纪大了，眼花分不清。你有何把柄和冤屈，可尽管同本大人说，本大人会还你一个公道。你在侯府行医多年，侯府对你和你的子孙们更是多加照拂。你若有苦衷，大可说出来，老身也会为你做主。老朽无任何把柄，是老朽害了小姐，老朽愿意以死谢罪。黄大夫，快救人！那么邓嬷嬷，你是老夫人身边的人，你可知那药里有问题？老奴不知。不知你为何去替府医处理药渣？昨夜朝朝风寒，府医忙了大半宿，老身叫你送些赏赐过去，你却心软，对府医格外关照。如今倒好了吧？你的心软弄得你百口莫辩，以后可记住这个教训了。回老夫人，老奴记住了。不愧是老夫人，三言两语便化解了我的危机。苏大人，你年少上任，这件案子对你的仕途不利不说，还很可能会将晚唐的名声推入不复之地。若还没有充足的证据，那么这件事就只能不了了之了。而阿姐以后在侯府里日子定是不好过。没事，最坏的结果大不了就是娘亲。昭昭，你怎么出来了？你可有感觉到不适？娘，昭昭，你现在怎么样了？你要是有不舒服，一定要和小舅舅说。我没事，我是来告诉娘，告诉小舅舅，我是被人害的。玄主作为炮灰已经死了，我要为他讨回一个公道。昭昭，你知道什么是不是？我生病睡着的时候，听见邓嬷嬷对府医说换一味药材，药渣邓嬷嬷自己会处理，这才是事实。府医刚刚说的都是假的。没想到这死丫头片子居然是假装昏迷，还偷听了去。该死的，难怪是灾星。昭昭，你怎可胡言乱语？昭昭从来不说谎，我说的都是真的。要是骗人，邓嬷嬷就变成狗。这只是昭昭的片面之词罢了，她是受了委屈才胡说八道的。要是有另一个证人还好说，没有便不能定下此话是否真实。昭昭，你跟曾祖母回去休息。要是有另一个也听见了，就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那是自然，你要是能找出另一个证人，便能证明我确实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房间里就只有我和府医，这灾星昏迷了，绝对不会有其他的人在。
小舅舅不是人可以吗？小舅舅是人可以吗？我是说，除了我，还有一只鹦鹉也听到了，让它出来说可以吗？鹦鹉会学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若鹦鹉能把邓嬷嬷说的话再说一遍，本大人便可将其作为证词。有道理，鹦鹉不仅学舌，而且只学舌，绝对不会说来自己没听过的话。但是小姐怎么让鹦鹉复述邓嬷嬷讲过的话呢？毕竟鹦鹉又听不懂人命令它。是啊，鹦鹉从来只学舌，不听人话的，也不乖。这件事很难吧？要不要请一个专门训练鹦鹉的师傅来套话呀？英英，下来。这样的玩意儿不过是个宠物，驯服不了的话，哪里能当正人使？就是啊，连主人都驯不服的玩意儿，你们还指望它能说出什么？鸟都不听他们的话，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把握，敢对付老夫人。英英，你快下来啊！这是唯一能为小姐讨回公道的证据，可不能就这样飞了。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你给我下来，不然明天把你给炖了。我刚刚是被一个小丫头威胁啦。鹦鹉汤和鸽子汤一样大补，我喝过。它飞下来了，为什么？连主子都叫不动的鹦鹉，居然落在了小姐身上。英英，你居然飞下来了！炖啦，大补！炖啦，大补！切，胡言乱语！你们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些？我教的，怎么了？没怎么。那你快让他说是我指使溥仪换你的药啊！你让他说啊！鹦鹉能说出什么话？这谁能控制？乖英英，你来说说，那天晚上你听见邓嬷嬷说什么了？这丫头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她身上的威压那么强？这要是传出去，滑天下之大稽了。你把这味药换成灵灵豆，邓嬷嬷，灵灵豆是有毒的，这不是害了小姐吗？小姐已经活不过明日了，你换一味药还能让她痛快的走，否则便是在折磨夫人。不行，我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的孙子在叶家家族的学堂读书，前途无量；你的儿子在侯府做了管事，你想让他们全都为你的选择而悔恨终生吗？他们的前途可都掌握在你手里。邓嬷嬷，别，我换。可是别人若是查药渣，是能查出来的。你放心，药渣我会替你处理。这个鹦鹉记得很清楚。不是这样的，他在胡说，一定是你提前教他的。我怎么提前教他？难道我死之前知道你今天会去埋药渣吗？老夫人，救救我！邓嬷嬷，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私自去害我的曾孙女昭昭，这件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怎么有脸求我救你？这些不都是我替老夫人办的事情吗？怎么就变成了我私自做决定了？可是这些事情……邓嬷嬷，你跟在我身边多年，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吧？你的孩子孙子哪个不是我关照的？可你居然狼心狗肺去害我的曾孙，我对你太失望了。我可以把老夫人供出来，但是我的家人全在侯府当差啊！老奴认错，都是老奴害的小姐。一个奴才哪里有这个胆子去害主子？背后定是有人指使。事情已水落石出，这个恶毒的老奴便交由你们官府处置，也好还我家昭昭一个公道。可是，结案吧。老太太在叶家拿捏了所有下人的命脉，他们是不会把她供出来的。就算供出来了，也不可能一下子扳倒她。今日能斩断她的左膀右臂，已是最大的收获了。带走。昭昭，这次多亏了你，小舅舅下次来看你。谢谢小舅舅来看我。抱歉，走了。你的弟弟今年才19，那么年轻，
就做了京兆府尹了。阿月几岁不要紧，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他努力得来，未来也只会前途无量。昭昭，走，娘带你回去。苏婉棠这次竟然不求我了。对啊，管他做什么。芷晴若是知道计划失败，定会伤心。我要先拿玉佩去给芷晴，哄她开心才行。你租辆马车，跟上世子。世子怎么了？等你带消息回来，我再和你说我的决定。我要看看叶锦州手里那枚主母玉佩会落到谁的手中。昭昭，娘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你不跑出去作证，娘也不会怪你。这就是有妈妈的感觉吗？娘，你相信我吗？傻昭昭，我是你娘，我不相信你相信谁？那娘可不要伤心哦，爹爹在外面养了一个外室，外室的女儿和我一样大了。我竟为了那一刻的心动，让我和女儿迈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能再等秋香回来了，我要先出手为强。你们这帮废物，全是废物！邓嬷嬷可是我从小到大带在身边的，是我无条件信任的人啊，竟然就这样被苏婉棠母女给斩了，偏还有鹦鹉帮他们，太奇怪了，这简直太奇怪了！世子呢？世子去哪儿了？回老夫人，世子已经出去了，又去见他那贱蹄子了。事情都发展成如此，不争气的孙子不来商议后续如何，反倒先去哄外室开心了。叶老夫人吐血了，快去找溥仪！哎呦，我的老姐姐，你是不是忘记了溥仪刚刚死了？邓嬷嬷呢？去找邓嬷嬷。邓嬷嬷也死了，那可怎么办？不知道了，要不问问叶老夫人吧？谁敢去问啊？你们给我住嘴！老奴是您堂中的下人，老夫人您且小心些。哼，你倒是有胆子。老奴在您堂中做事10几年了，一直得您照顾，老奴不得不记老夫人的恩情。老奴方才已叫人去请大夫了，老夫人不必担忧。你叫什么？老奴姓朱，朱王氏。瞧你做事老练，便去安排他们吧，我要休息一番。夫人，老夫人已服了药歇下了，您改日再来吧。我有急事找叶老夫人，拖延了，你担待不起。夫人，对不住，自从您上次偷偷溜进福寿堂后，老夫人心情不悦，这回若是老夫人生气，你我都担待不起，还请夫人回去吧。大胆！你一个奴才，竟敢如此对夫人说话！哼，这侯府只要有老夫人在一天，老夫人便是这后宅内唯一的主子。若是夫人想差遣我们，还请夫人什么时候有当家主母的权利，再来福寿堂指手画脚吧。你去禀告叶老夫人，若1刻钟内我见不到她，我便去外头找世子签和离书。是，老奴这就去。你来这里干什么？难道你还想把我这个老婆子也送进官府坐牢吗？邓嬷嬷不在，身边连个伺候我的人都没有。既然你来了，便去端盆热水伺候我洗脚。夫人，请。夫人身子不适，还是让奴婢替她来做吧。大胆奴婢！老夫人的足也是你能染指的。若是打湿了和离书可不好。什么和离书？昭昭差点丧命，我便知这侯府容不得她的存在。
若侯府容不下我的女儿，便是容不下我。我父亲是朝廷一品官员，妹妹在京城经商，财力丰厚。想来我与叶景州和离后，侯府不必担心我的处境，一切不好的名声我都不在乎。我只要我的女儿能平安喜乐。老夫人，请您叫叶景州回来签和离书吧。不行，若是苏婉堂和离回去了，谁来伺候我？他们家也不会再帮扶我们南安侯府。婉堂，你知道我从来都是向着你的，没有哪家的老夫人会对孙媳那么疼爱，日日带在身边。景州本就是个性子淡的人，但也没伤害过你吧？唯一的错处就是那刁奴背着我们毒害了昭昭。昭昭自小身体弱，我将娘家的传家玉佩都给了昭昭，派人小心伺候。这些年足以看到我对她的宠爱，全家人对她这般好，你怎能说出侯府容不下昭昭这种话呢？既然不是容不下昭昭，那便是容不下我。何出此言啊！上钩了。老夫人有所不知，今日我来找您，您院子里的下人对我横眉冷竖，还说我没有当家之权，地位不如他们。我细想了一下，从前邓嬷嬷带头的下人也从未将我放在眼里。我在侯府不如一个下人，这样的委屈我已经不想再忍了。是谁说的？猪妈妈说的。请老夫人饶了老奴，老奴一时得意嘴快了，这才犯下大错。来人，拖下去，掌嘴50。婉堂，以后不会有下人敢说这样的话了。难不成大家不说了，行为和心理就会尊敬我吗？我在苏家好歹是个主子，在这侯府连个下人都不如。你在侯府也是主子啊，你是未来的当家主母，以后整个后宅都由你来管。我只看现在，不看以后。他这是来逼我交出主母玉佩，得让景昭将主母玉佩拿回来了。你助我娘的，吃我娘的，你还啄我娘手下的小姐姐，你想想你做的对吗？他们给你的鸟食都是最好的，还有那么新鲜的虫子，多难抓呀！你还啄他们，你就是一只忘恩负义鸟。忘恩负义鸟没有好下场的，会被炖。那些丫鬟为我吃毛毛虫，我啄他们怎么了？想炖我就直说，还非要找个理由。暖冬姐姐，帮我炖个鸟汤补补身子。夫人，茵茵不听话还啄人，但是在小姐面前被炖都不反抗，您不觉得小姐自棺材里活过来之后变活泼可爱了许多吗？她开心就好，不管她变成什么样，都是我最爱的女儿。夫人，我回来了，跟上世子，发现了一件大事。进屋说。秋叶姐姐，你是不是见到我爹爹的外室了？小姐怎么会知道？没事的，昭昭已经知道了，不必瞒着她。奴婢跟着世子去了永安巷，巷子里有一处3进3出的宅院，世子是那儿的主人，还有一位芷晴夫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性格却与寻常妇人不同，很是特别。更可恶的是，世子还与那位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和我们家小姐同年同月同日生。世子还给她买了宅子，给她买了豪华漂亮的马车。他们母子俩足足有20多个人轮流伺候着，而你，这可是太后娘娘赐给叶老夫人的，你们的脏手能碰吗？哼，夫人，您可要好好洗，我一会儿回来验收。夫人，您手都生冻疮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您？您可是侯府主母啊！大师说了，只要我足够孝敬，上天怜悯我，便会赐我孩子。侯府全靠你，世子怎能这样对您？傻秋月，我都不伤心，你伤心什么？整那么伤感干嘛？老夫人都已经答应夫人交出掌家权了，到时候收拾一个外室，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交出掌家权给夫人，可我分明看见世子带着主母玉佩送给了外室。放心吧，明日他还得亲手拿回来。为了防止他们再对昭昭下手，我要动用皇家的人情了。娘，我知道明天祖母要干什么，我可以帮助娘。英英，你认识外面的鸟不？比如鸡呀、鸭呀、乌鸦呀、王八呀？闭嘴！闭嘴！我是鹦鹉，我是鹦鹉，高贵的。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出去认识一些鸡、鸭、狗、猫。我
是高贵的鹦鹉。去，叫他们明天来侯府集合，不然我连他们也删。去就去，打鸟干嘛呢？小猫不发威，你当我是鹦鹉啊？你摇头做什么？这不是你祖母的随身玉佩吗？景昭，你怎么有这个？芷晴，明日祖母会让法师认定昭昭就是灾星，然后认定灯儿是福星，这样我就能光明正大接你们入府了。景昭，你府里已有夫人，我也不想被困于内宅，成为你夫人这样的女子。这玉佩你还是带回去给叶老夫人吧。芷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你与那些女子都不一样，你有自己的追求。等你进了侯府，我抬你为平妻，然后我们2人骑马走西方，让苏婉堂替我们养孩子、打理家事。收下吧，你以后便能指使苏婉堂做事了。那这个不是我收的，而是我替你夫人收的，到时候我交给她，你可不许吃醋。不用做困于内宅的女人，还能得到侯府正妻的位置，这简直太合我的心意了。你怎这般好？世子，侯府来人了，老夫人让您赶紧回去一趟，说有急事儿。去吧，我等你回来。灯儿，你看，这是你爹给我们的，我们很快就能进侯府享受荣华富贵了。有了这个玉佩，就说明侯府叶老夫人是认可你的。二爹，你很快就能进侯府做女主人了，到时候别忘记牵我和五皇子的线。自然，你是我的女儿，二爹我自然是全力帮你的。只要你能做一个合格的大家闺女，配五皇子不是随随便便的事。知道了，只是你别忘了你的人设，你不能和那些内宅妇人一样慈爱，否则爹会看腻你的。你赶紧把男装换上。我方才和你爹爹相处，才穿了女儿家的衣服，爹这就去换男装，这就对了。你要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爹爹才会一直喜欢你。在现代，男人们有的是这种兄弟，而在古代，我娘是京城里唯一一个这样特别的女子，定能死死拿捏住爹爹。二爹，你要收好这个玉佩，明天大师做法会把叶昭昭赶出侯府，我们就能进府了。景昭，这么快就回来了？芷晴，我有件事要跟你说。爹爹，什么事啊？这个玉佩祖母要用，你先给我吧。叶老夫人不是刚叫你拿来吗？怎么就要用了？你先别问那么多了，先给我。我知道，我总归是比不过姐姐的，这玉佩理应给姐姐才对。她不能和你们比，在我心里，你才是我的妻子，灯儿才是我的女儿。明日过后，你们入府，我会给你们最好的。若不是祖母说明日做局让芷晴母女进侯府，我断然不会把交出手的玉佩还回去。那你这几日陪我和女儿去做几身新衣服？好，做多少身都可以。我想要的东西明明都到手里，却还是让苏婉堂给拿回去了。不愧是内宅妇人，手段真多。等我进了府，定要好好收拾这种心机女。猪妈妈，不好了！今儿是个好日子，怎么不好了？你这话若是给老夫人听见了，找她晦气，看她不收拾你。是小的错，不过真发生大事了。京城的百姓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说是咱们府里祈福会有福星降临侯府，个个一大早便过来喊着叫我们开门，好让他们沾沾福气呢。什么福气啊？这法事分明是……你说什么？猪妈妈，百姓们已经堵在门口了，要不要打开门让他们也看看？先别开，我先去问问老夫人。我明明只是叫人传出了祈福做法的事情，怎么会有福星降临的说法呢？难道背后还有人在推波助澜？怎么回事？做法的事只有我们侯府的人才知道，怎么传成这样？是谁泄露出去的？老奴已经派人去查了，老夫人，百姓们可不能惹，他们人多，若我们一直把他们关在门外，他们回去一传十，十传百的，整个京城都会攻击我们侯府的名声。正好，扶我去正厅，让管事打开大门，给百姓围观，正好证明了昭昭是灾星，那最好让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让苏婉堂下不来台。真烦你们这些人类！我好端端别吵，我听得懂你说话。
上说过，一定要听羽兽师的话，否则会有很坏的后果。什么声音？东边有个池塘，许是那里跳进来了蛙子吧？不碍事的。娘亲，你看，是他在吵吵。秋月，把他丢出去！别吵，我听得懂，别吵！救命啊！蛤蟆会说话！快丢出去，别让人听见了。大喊大叫什么呢？没规矩！死老太婆，不知吃了多少我同类了！我大姨、三舅、六叔、九儿子都在她肚子里，死老呱呱！老太婆可真是太造孽了，祸祸我就算了，还祸祸你们。没什么，刚刚跳进来一只青蛙，吓到他们了。之前乌鸦说话，让昭昭成功从棺材里出来得救，所以每一个开口说话的动物，也许都是来帮昭昭的。元心大师已经来了，他是进宝寺里的高僧，他的到来吸引了京城无数百姓的围观。你赶紧带着昭昭出去，一会儿法事就要开始了。昭昭不在外面，怎么能让百姓们看见灾星呢？今日你要是想得到主母玉佩，就必须把你的女儿送走，收养福星叶灯儿。还请叶老夫人稍等，今日侯府还有位贵客没到。什么贵客？不会是你娘家的人吧？万堂，哪有女子嫁了人还总是叫娘家人过来的？这不符合历来的规矩。二公主驾到！臣妇参见二公主。你们不必跪了。苏婉堂母女竟有如此殊荣，二公主驾到，臣妇有失远迎，还望公主恕罪。起来吧，我与婉堂的母亲是好友，怎会怪罪你们？二公主和婉堂的娘居然是好友吗？为何这件事我一直不知？这便是昭昭吧？哎呦，真可爱！昭昭，快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给我的见面礼，不用同我客气。昭昭带上这个，以后无人敢欺负你。这不是太后给二公主的嫁妆吗？二公主嫁人时便带着的，如今居然给了侯府小姐。是啊，曾经二公主嫁人时，我也只得远远瞧过一眼，那玉的材质，整个皇宫都找不出几块了。那么昂贵的东西，居然给了一个小丫头，看来这丫头有福了。难道福星当真出现了？昭昭怎么可能是福星呢？二公主，昭昭一个女娃，怕是不懂这其中的珍贵。臣妇回去随印给她找一个带着便是，您还是拿回去吧。我懂。这是公主姨姨的嫁妆，最是珍贵，我定会好好保护。我也要给公主姨姨一份礼物。公主这么好，日后下场却很凄惨，希望这个蛙能帮到她。嚯，这孩子真有意思。请公主恕罪。把昭昭送我的蛙收下，回去养在公主府的池塘里。是。二公主是失去理智了吧？蛤蟆都收。二公主，这可是癞蛤蟆呀！什么癞蛤蟆？分明是金蝉。金蝉你懂吗？养在家里，招财进宝的金蝉。个老妇人，什么都不懂。你不要再说话了。本宫送昭昭东西你要管，昭昭送本宫东西你也要管。你这侯府也不住在海边呢，咋管那么宽？本宫再说一次，把你的多嘴收起来。昭昭，我罩的，懂？是，臣妇只是担忧公主安危罢了。法事快开始了，请公主随我们进去吧。太好喽，太好喽！泼天的荣华富贵终于轮到我小娃娃喽！从今天起，本娃娃就是金蝉，嘿嘿，招财进宝的金蝉。谢谢昭昭，谢谢昭昭。帮我照看公主姨姨哦。就连皇家的人都来了，还替他们母女俩撑腰。我将侯府今天出现福星的消息放出去，就是为了让大师在全京城百姓的面前宣布我花芷晴的女儿是福星，好光明正大的进侯府。
结果却被苏婉堂这对母女抢去了风头。好啦，今日的好戏还没开场呢，二爹你生什么气？现在大家捧叶昭昭最好，捧得越高，一会儿摔得越惨，等着看好戏。一会儿法事结束，苏婉堂坐着的位置就是我们母女俩的了。婉堂也在，你要收着些。是。婉堂，我来了。昭昭，爹爹来了。渣男，渣男，渣男，咕渣男。是我幻听了吗？怎么感觉有人在骂我？还是灯儿乖一些，这个病秧子，实在没有想让人去心疼的欲望。苏婉堂母女如此不知好歹，叶锦州便会更喜欢我母女。叶老夫人、二公主，老衲方才进门就觉得不对，一股巨大的晦气在冲击侯府，才导致福星一直被压制，不曾出现。如今老衲已经察觉到了晦气的源头，想必便是这晦气的存在，才导致了丧事那日乌鸦开口说话等大不吉利之事。啊，那可怎么办？大师，你可有办法驱除侯府这晦气的源头？是啊，若是不去掉晦气源头，那以后说不定还会继续发生奇怪的事情。就是，今日是侯府怪事，那明日一旦扩散，不得连累全京城啊！是啊，大师，你快将这晦气源头收了吧，我们老百姓可不想被连累。对啊，赶紧收了这破灾星，好让福星出现，让我们蹭一个气运啊！求大师赶紧收服灾星，侯府必定感激不尽。是，把东西拿来。乌鸦乃是晦气之源，而这只却是进宝寺从小便养着的，不仅不带晦气，还能助我寻到侯府晦气的源头在谁的身上。一会儿老衲将乌鸦放飞，它落在了谁的身上，谁便是那灾星。照大师这样说，若乌鸦落在了谁的身上，谁便是那灾星源头了。灾星后续该如何处置呢？是啊，大师你得妥善解决灾星的归属，可不能让他留在京城继续祸害其他人。是啊，大师慈悲为怀，即使测出谁是灾星，想必也不会坐视不管，更不会去害了灾星的命的。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娘，他们就是爹养的外室。原来叶锦州喜欢这样。阿弥陀佛，老衲定然不会坐视不管。若确定了灾星的身份，老衲自然会将他送往蓬莱，以寻求仙家的帮助和原谅。如此一来，也算是救了一条人命。臭和尚，当初联合叶老太婆一起给娘洗脑，娘生育困难，老和尚便叫她无条件奉献自己的孝心去关爱婆母，如此才能得到育子机缘。娘信了，照做了5年，对老太婆百依百顺。堂堂一个尚书府嫡女，为了求得一子，在侯府无权无势，做尽了下人的活，最终还未落得好下场。装，继续装，伪善的老和尚，这法事就是害人的。不过你也不看你姑奶奶我是谁。既然如此，那大师还等什么？赶紧将你手中的吉鸦放飞，让他去寻灾星啊！装，继续装，法师就是害人的，伪善老和尚，伪善老和尚，嘎嘎嘎嘎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乌鸦居然开口说话了，还说什么伪善？他刚刚说法师害人，和尚伪善，这怎么回事？对啊，他不是元心大师养的吗？怎么会说这些话呢？我听说乌鸦嘴最是灵验，难道今日当真是有问题？阿玛尼白媚红，阿玛尼白媚红，大胆灾星，敢在老衲面前装神弄鬼！进宝寺的吉鸦也是你能染指的，快出去！你在说啥子嘞？好了，老衲已经将灾星附在吉鸦的晦气解除了，大家不必担忧。果然啊，那日丧事的古怪又重现了。大师，快让乌鸦寻找灾星吧！要是再拖延下去，怕是又要出变故了。内心苦白就这么被只乌鸦说出来，太社死了。昭昭，你怎么了？要不娘先带你回去。我没事。婉堂，事情很快就要结束了，
没必要带昭昭先回去，以免惹人怀疑昭昭是灾星。你真的没事吗？不用你管。果然，昭昭在心虚害怕。或许她很清楚自己是灾星，但是她却选择隐瞒，从而祸及家人。这孩子不诚实，品性也差，没有灯儿好。昭昭果然是灾星。小姐就是那个灾星啊！这侯府嫡长女长这么漂亮，居然是灾星，真是可惜。可惜什么？送给你，你要不要？我不要，我宁愿养个丑的，也不要养个给全家带来晦气的。昭昭，别看他们，我的女儿不是灾星，不是吗？我可听说，本来这侯府小姐都已经办丧事了的，没想到在已经钉死的棺材里却活过来了。谁知道活过来的是不是灾星呢？婉堂，把昭昭交给我，元心大师不会害昭昭。就是啊，婉堂，你不能不识大体啊！昭昭留下来会害了侯府，说不定还会害了全京城的百姓呢。你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就让所有人沾染晦气。我的女儿不是灾星。元心大师，本宫记得你还有一个主持师兄，对吧？阿弥陀佛，主持正是老衲的师兄。好，既然是你的师兄，那道行一定比你高深。不如本宫派人去将他请下山，来验证一下你口中的灾星说法，如何呢？师兄事务繁忙，怕是不便，不如等老衲将这灾星带走，带过去给师兄瞧一瞧，说不定还有办法保住孩子的命呢。何必这样麻烦？昭昭，是恶评，别听。娘，我不怕。灾星说话了，大家不要听啊，会染上晦气的。你笑什么？开个玩笑罢了。难道侯府的夫人小姐连这点小玩笑都开不起吗？真不够大。见鬼了！一个后宅妇人，怎么眼神拥有如此震慑力？昭昭，你说什么？不是说这只小乌鸦飞到谁身上，谁就是灾星吗？要是这样判断，那这里的所有人都是灾星。你胡说什么呢？婉堂，你看看你宠坏的好女儿。小乌鸦乖哦，你可以飞到别人身上去吗？你飞那老灯头上，还有不许说人话。祖上说，御兽师的话不得不听。快下去！来人，把他赶走！快赶走！快赶走！快赶走！还有那个老秃驴呢？你去他头上，这样就不会有头发勾你的爪子了。不许说人话。小乌鸦在求表扬呢。照元心大师这样说，那你自己和叶老夫人也是灾星喽？不可能的，元心大师德高望重，怎么会是灾星呢？对啊，怎么可能？一定是有人陷害。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那为什么乌鸦飞到叶老夫人头上，或者元心大师头上，他们就不是灾星；飞到我女儿身上，我女儿就是灾星呢？这只乌鸦根本没有鉴别灾星的能力。这只可是从小养在金宝寺的乌鸦，那就是你师父没这般能力。你。天啊！要是小乌鸦准的话，那你们这些被踩过的，是不是都是灾星啊？我们怎么可能都是灾星啊？灾星不是只有一个吗？不准，都不准的。就是元心大师，你是得道高僧，一只乌鸦险些败坏了你的名声，还不快叫它飞走？我们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灾星？打他！他居然断发了！女子断发可是代表着死丈夫，你怎能如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怎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断发？没受伤吧？我只是想赶走这只乌鸦，不是有意断发。再说了，断些头发又不会怎么样，我又没划伤脸。老夫人，夫君，你们和这位男人认识？不认识，只是陌生人见到断发，也不免要说两句罢了。元心大师的方法不准，还是换个厉害的大师过来吧。阿弥陀佛，乌鸦不准，并非代表老衲的能力，
老衲还有一法，是师门中最高级的术法，可换来万千彩鸟前来助侯府确定福星人选。一会儿彩鸟围绕着你的时候，你不要慌，从容走到叶老夫人身边便是。我在穿进这本书之时，便知晓自己是女主，而男主则是五皇子，未来的皇帝。他独宠我一个，我的未来一片锦绣。叶昭昭没死，对我的大致命运造不成什么影响，剧情更是不可更改。快看，元心大师的周身有金光围绕，难道他真的动了法术？一定是，我就说嘛，元心大师德高望重，怎么可能会没本事呢？一只乌鸦代表不了元心大师的本事，但是若这次彩鸟成群，那才是元心大师创造出来的神迹呀！彩鸟真的飞过来了，快看！天啊，好多鸟吉祥之兆啊！真有福星！灯儿，这将会是你此生难忘的一刻，准备好接受这世间一切的福气吧。他们从未对昭昭露过这样的神色。娘亲放心，不会有什么福星的。很多小动物都会听昭昭的话，所以关于彩鸟选福星这种事，还得昭昭说了才准。鸟群飞下来了，快看看是不是彩色的？要是彩色的，那可就是天大的福气啊！对啊，你看中间那个小女孩，鸟儿们好像是奔着她来的。海鸟赐福，百无禁忌，来吧，围绕在她身边吧。多吃点，多吃点。拜拜，小鸟们。不是大师，这些鸟什么反应啊？不是说能确认福星吗？现在满地都是鸟，谁才是福星啊？对啊，怎么下地来啄了两口就走了？神迹呢？每个人脚下都有鸟，总不能每个人都是福星吧？这可怎么办啊？住持师兄曾向我透露过，这女孩绝对是未来的五皇子妃，而且很大可能会是中宫之主。大师，福星呢？不是说我的女儿身穿亮晶晶的衣服，到时候鸟儿都要围着她转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呀，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说句话呀，大师！阿弥陀佛。你且拿好这个，你的身份不会有错的。老衲再试试。这个香囊是五谷香，鸟类根本没办法拒绝，朝它飞来。这元心大师还是很有本事的，他能用出法力，便已是修行有功之人。先给二公主上点眼药，增强大师的可信度，这样一会儿确定是叶灯儿的时候，他也只能相信，不能插手。谁知道呢？这年头会使障眼法的人也不少，你年纪太老，可不要被蒙蔽了。婉堂、昭昭，你们说是吗？是，曾祖母的确是老了，不然怎么叫叶老夫人？昭昭说的是。昭昭，你说一会儿会有神迹吗？会有，不过都是我的朋友。神迹出现了，福星，绝对的福星！灯儿，快拿好这个。真的来了，好多鸟类，好壮观的场面！天啊，一群一群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鸟。那是什么？不对啊，这些鸟怎么半飞半跑的，还那么大只？不是鸟吧？鸟怎么可能在地上跑？怎么那么像我家的鸡鸭鹅啊？不好，这是我家的鸡鸭鹅！咕咕咕，快回去！你咕什么咕？里面也有我家的，不许咕！谢谢。还愣着干嘛？还不快跟我去救人！
个侯府世子，竟然对2个陌生的人那么上心。瞧瞧，那大鹅都快扑他脸上了。我这个孙子每次见到华志清都像是失了智一样，毕竟是外室，也不怕被人看出来。去，把世子叫回来。你们还愣着干嘛？快来救救我的灯儿啊！现在家亲们都追着他们母女俩捉，也不伤害其他的人，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们母女俩是灾星吗？胡说！我们才不是灾星，叶昭昭才是！敢在本宫面前信口雌黄，一会儿事情结束，把他们拉出来长嘴。你们才是灾星！你才是灾星！你才是灾星！给我去救人！侯府出现灾星了，还是一对父女！天啊！福星没等到，居然等到了一对灾星，太恐怖了！白来了！白不白来先不说，只要别被灾星沾染上晦气啊！灯儿，我的宝贝灯儿啊！快护着他们进屋！这回本宫说元心大师法术不精，是名副其实的吧？是。既然如此，那今日的法事便先这样吧。本宫刚好也看累了，来这儿看了那么大一出，也没什么收获。婉堂，本宫先走了。你若有事，随时派人来找本宫。多谢二公主。多谢二公主，大家爱您哦。婉堂，你的女儿说想来公主府做客。啊？我怎么没听见？我说的。昭昭，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下次公主府给你备着，等你来呢。喜欢5颜6色的。希望那个蛙能改写公主悲惨的命运。公主，这只蛤蟆真要带回去吗？带它回去，昭昭就会来本宫家里看蛤蟆吗？有可能吧。那就带回去。不过我们先不回去，先进宫问问皇兄，大夏律法里，陌生父母和亲生父母争夺抚养权胜算大吗？快扶我回去避避，好臭啊！老夫人，等等。婉堂，有什么事儿明日再说，我身子不适。您身子不适，需好好休养。这段时间不宜操劳，刚好趁着侯府众人都在这儿，您该兑现您昨日所说的，将主母玉佩交于我。老夫人，您德高望重，一言九鼎，想来您是不会食言的，对吧？婉堂，你这是在做什么？她可是祖母啊，是侯府的老夫人。若不是她撑起侯府内宅，哪有你如今的高贵身份？你在侯府吃香喝辣的，怎可对她不敬？可今日传家之事是昨日老夫人亲口允诺的，她堂内的下人都听见了。难道夫君您要败坏祖母的声誉吗？夫君不希望您的祖母能享安逸天年吗？您这样拦着，让一把年纪的祖母继续操持家事，这便是您的孝心吗？您的孝心着实不如我。我在府里日日陪着叶老夫人，家事都由我操劳。今日这玉佩若是不交于我手中，昨日的书我会再叫人拟一份。不可！祖母，你荆州，你怎这般不懂事？昨日确实是我允诺的，要将主母玉佩交由婉堂。既然法事都结束了，朱妈妈将我的玉佩取来。是。她要主母玉佩，便给她就是了。至于库房里的钱，刚好也快用完了。苏婉堂就算想贪走，也贪不了多少，搞不好还要用她的嫁妆去贴补财务漏洞。刚好趁着下人们都在这儿，我宣布一件事情：以后侯府内宅便由夫人苏婉堂当家做主，任何人不得忤逆她的命令。是。昭昭，以后我们母女2人便要并肩作战。娘，我会帮你把他们全部赶走。这个破身体吹个风就不行了，以后我一定要好好锻炼，这样才能好好帮娘。元心大师做法前便说了，若验出了灾星，便会亲自带他们前往蓬莱。如今灾星就在我们府中换衣服，为了不牵连侯府，我们必须把他们请走。那是个意外，他们只是被法事牵连的无辜百姓，你只是有了侯府的当家权而已，没有权利处置外头的百姓。原来他也并非一个性子冷淡的人，
只是没想到，竟然是为了一个外室。世子，这并非是我的决定，这是元心大师亲口在百姓面前许诺的，二公主也是亲耳听到了，怎么就成了我处置他们了呢？况且，你也应该清楚灾星的坏处，若由着他们在侯府待久一些，指不定会给侯府带来什么祸事。我也是为了侯府着想，难道我做错了吗？身为主母，不为了侯府着想，难道还要去为外人考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觉得，晚唐你也是有孩子的人，对方也是一对孤苦的母女，仅凭着一堆家畜便将他们认定是灾星，属实草率了些。他们本就不义，如今我们这样安排，岂不是要将母女俩逼上绝路？你最是善良，怎能忍心这样做？只要苏婉堂不为难芷心母女，那我今晚愿意留在此处陪她同房。来人，叫元心大师过来。为何？世子，我说了，此事并非由我做主，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世子、夫人，元心大师到了。阿弥陀佛，不知夫人找老衲前来有何要事？今日法师认定的2个灾星都如大师一般，留在侯府里梳洗换衣服。大师做法前就已在百姓和二公主的面前说过，要将灾星带往蓬莱。若此事今日没办成，我担心会牵连了整个进宝寺的名声，以后就怕连住持来了，别人都不信了。元心大师，你觉得我说的对吗？若因自己帮老夫人做这个局而影响了进宝寺的香火和住持师兄的名声，那我定会被赶出佛门的。阿弥陀佛，夫人说的极是。既然是大师去办，那本世子便放心了。大师是祖母的人，绝不会当真将芷晴母女俩送走的。你们好大的胆子啊！这些都是下人的衣裳吗？怎么敢拿来给我穿的？二爹，这个衣服好大，我不想穿这种丑衣服。不穿就给我脱下来！不知好歹的东西！你干嘛？现在的娘们都如你这般不知羞耻吗？竟然当众扯别人的衣裳！难道你就不是娘们了？来人，把这泼妇给我丢出侯府！在闹什么？糟了，难道老夫人这是派人来帮这个外室了？朱妈妈，你怎么来了？老夫人担心你们怠慢了客人，所以派我来盯着。在大夏的民间风俗里，燃烧艾草是去除晦气的。老夫人这是不打算帮外室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谁安排的？不管是谁的安排，都是我们侯府自己的事情。您一个外人不必操心，还是收拾收拾，准备跟着元心大师去往蓬莱吧。你说什么？我去蓬莱？我又不是灾星，凭什么让我去蓬莱？我要见叶老夫人！拦下他们，这是元心大师的决定，和老夫人无关。老夫人说了，家禽既然是着你，那就断不可能与孩子有关系。你若识相，便知路途遥远，孩子是吃不了这样的苦的。我不同意，灯儿是我生下的骨肉，我怎可和他分开？把他们分开，别伤了孩子。至于他，别把他当女人，该动手就动手。你们放开我二爹，放开他！二爹，这是谁教你的称呼？你快叫他们放开我二爹，不然我要你好看！小小年纪，嘴巴如此毒，莫说你现在侯府，就算是在大街上，我也不免要教训你2句。你再说一遍，那个是你的谁？二爹就是二爹！你们在干什么？锦州，你快救救我和灯儿！你家的下人要把我送去蓬莱。你带他去换一身我的衣裳。世子，阮东他们还在呢。我跟你们世子那可是一起喝酒的好兄弟，穿他衣服怎么了？你以为我像你们这些娘们儿一样，一辈子在这后院里死守着什么女德女戒吗？这样做不妥。世子，还是我们带他下去，再拿套夫人的衣裳给他穿吧。正好夫人有几件旧衣裳要扔，谁要穿那些花里花哨的衣裳？女装搞成这般花里胡哨，不就是为了取悦男人吗？丑死了，我才不穿呢！我就要穿锦州的。带他去换吧。果然，这外室心比天高，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和世子的关系，正好省得他花心思对付了。蠢货！那叶灯儿，
世子，我不要和我二爹分开。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周妈妈，灾星与孩子无关，你且将他带去祖母那里，问问祖母的意思。是。元心大师呢？回世子，他已经在后门等着了。世子要见大师吗？不必。夫人，这外室的性格果然特别，真让他去世子房里换衣裳，不如我们使些手段，让他们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别急，还不是时候。我要等一个有外人在的机会，而且外人必须是皇亲国戚，或者京城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此事才会瞒不住，让整个侯府以及叶锦州颜面尽失。到那时，我才能有一个合离的机会。秋韵，二公主留下的2个侍卫在哪？已经在门外等着了。好，你让他们跟着元心大师一起送他去蓬莱。元心大师他们已经在大门外等着了，许多百姓都看着，让他送你去蓬莱，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他是祖母的人，自然知道要把你送回我们的宅子里的。你暂时先忍一忍，今晚我去宅子里等你。可是这样做的话，不就认定我是灾星了吗？以后我还怎么在大家面前做人？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在京城公子哥的圈层里混？乖，这件事真的没办法，毕竟当时皇家的人也在。你若是不走，那就是灯儿去。你忍心看着灯儿一个女孩子被全京城的人骂灾星吗？若是我能替你去丢这个面子，那我也是愿意的。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办法，灯儿就暂且放在祖母这里照看。以后等我娶你进门了，你便不用出去抛头露面。到时候谁知道你以前是不是当过灾星呢？只请你放心，侯府会养你后半辈子的，你的地位不会比苏婉堂低。早知道今日还不如不要来，来了还要挨这样的骂名，将我的一世英名都丢尽了。走吧，他们就在门口等着呢，我先回宅子里等你回来。你是说全京城的家亲都去了南安侯府，然后追着一对母女喊灾星？是啊，皇上，老臣怀疑此事应该和天象显示福运之人有关。据古籍记载，能号令动物的人一旦出现，将会是护国神兽苏醒之时，就连护国神兽也要听他号令。来人，立刻将南安侯府会御兽的丫头接进宫。是。